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国股市波动1周后结束，在令人鼓舞的通胀数据和对即将到来的降息预期的推动下，投资者乐观情绪回归。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6% 至超过6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约 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 尽管两项指数本周走低，接下来NBA 主持人查尔斯·巴克利谴责联盟拒绝其母公司匹配亚马逊竞购价格的机会，抨击 NBA 将金钱置于球迷之上。巴克利对联盟决定拒绝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匹配亚马逊每年18亿美元的报价感到失望，并称此举可能会引发法律诉讼。让我们关注波音要求供应商披露自2014年以来中国钛材料的记录，以扩大对用于商用飞机的金属认证中伪造文件的使用情况的检查。波音表示，问题影响极小，但仍与供应商合作，以确保所有钛部件都有适当的文件记录。让我们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员工发起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薪资待遇。罢工者认为，行业不断发展，大量投资情况下，工人们应获得更多收益。下面这条，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对 NBA 提起诉讼，指控 NBA 不合理地拒绝其配对权提议。该公司每年为转播权支付12亿美元。接下来 3M 股价创40多年来最大涨幅，因新任 CEO 计划重振公司。CEO 比尔·布朗承认公司产品陈旧，优先加速新产品开发。公司上调全年利润预期，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1.93 美元，净销售额为 62.6 亿美元，超出预期。接下来这条 G20 财长联合声明承诺对全球巨额财富实施有效税收，但关于就此议程推进的正确论坛存在分歧。美国主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框架内进行，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联合国是更合适的平台。下面这条，6大银行包括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同意支付8000万美元，以和解纽约的一项反垄断诉讼，指控他们串谋操纵欧洲政府债券价格。接下来这条，纽约市试用 AI 驱动的扫描仪以防范地铁系统内的枪支，但该试点计划遭到乘客质疑，还可能面临平权倡导者的诉讼，因此计划遭到了质疑或反对。接下来这条，2名美国参议员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汽车制造商向数据经纪人出售客户驾驶数据，而经纪人在将数据打包后出售给保险公司。下面这条，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的美国封闭式基金正在等待监管部门审批， IPO 遭到推迟。让我们关注 Start 收购了 Pitney Bowes 电子商务部门的旅行服务业务，为托运人提供云端平台端到端解决方案。下面这条，比特币挖矿在能源使用和再利用方面备受关注。尽管以高能耗著称，但该行业正努力在可持续发展和公用事业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专家们讨论了比特币挖矿不断变化的格局，突出了其作为能源消耗者和欠发达地区潜在能源提供者的双重声誉，以及与公用事业公司的战略合作。让我们关注美国政府起诉著名做空者安德鲁·莱夫特证券欺诈，此举令本就日益萎缩的做空行业感到震惊。政府指控莱夫特涉及近20家公司的非法交易，获利约2000万美元。此案可能颠覆其公司 Citron， 并将其送入监狱数年。最后为您播报的是，退休 NBA 球员小布里奇曼通过投资创造了6亿美元的净资产。他购买了 Wendy's 特许经营权，并随着公司发展而获得了巨额收益。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